然後现在發展的話，這個住宅區是不用我們建設了，就是需要為這些市民去安排一些工作了。那麼咱們就按照順序吧，先把它建在右邊。那比如說遠離村莊的位置啊，我們是可以在這裡去用一條4車道的，圍繞着這個山脈先去拉一條直線。然後前方的道路這個時候也可以升級了，把它变成4車道，這節給刪掉。這樣連接了以後啊，咱們可以先把它分割成幾個區域，比如說上方的區域啊，咱們做一個小公園，然後下方的區域呢，咱們蓋寫字樓，讓旁邊小區的市民呢可以直接來這兒上班，就不用越過我們的山脈了。這裡車流量現在也不太多。檢查一下左邊的幾個房子啊，犯罪率過高呢，是因為這些市民他們長期得不到工作，所以才会出現一個這樣的行為。剛才我檢查了一下，我們這個城市呢，這個警車過去以後沒有事了。再不給他們安排工作的話，我們這個城市的監獄就要滿了。好像現在還沒有監獄。然後我們把這個4車道啊放在這兒。蓋寫字樓的話，這個主幹道已經有了，然後旁邊是一條6車道公路。咱们為了這個道路統一一點啊，先把這個道路通過前方去連切，稍微歪一點也無所謂了。這個路網呢，我們沒有運用到一個曲線的模式，是因為我們逐漸要向城市去發展了。大家說一直圍繞着這個村莊有點不是太合適。然後呢，我們今天就讓這個形象稍微往上方長一長，找一下等級3的獨特建築。然後我們先在這裡啊，去放置一個商場，把它門朝這兒，沒有問題啊。就是旁邊的寫字樓蓋起來以後，它會比這個商場稍微高一點。我們檢查一下這個遊戲現在自帶的寫字樓解鎖了嗎？辦公區需要人口達到6500，現在還差90多人。那麼還有一個辦法，比如說現在住宅區的稅率是12%，我們把它降到9%。再把遊戲加速一下，這個人口馬上就到了4613。那麼找一下尺寸啊，比如說這個寫字樓4×4，就這個顏色有點不是太好看。4×4，2級的，把它放在這兒吧。這裡可以放置1、2、3、4，直接放4個，对面也可以來3個。這個房子我們正好可以把它打一個造型，還行，就是這個房子看起来有點密了。我們等一會兒解鎖了高層以後啊，就需要把那個房子中間留幾格。不過現在還差4個人口。6498 OK。 檢查一下啊，解鎖了一塊新的地皮，校園區域、稅收政策、地鐵也解鎖了，信息產業區解鎖了。 OK。 那麼解鎖了以後啊，我們現在把這個稅費再增長上來，高密度也收12%，商業區、辦公區稅收全部把它變成12%。啊，這樣太棒了。然後開始劃分區啊，把這個分區呢，把它完全變成信息產業區。那麼剛才我們說的那些高一點的建築啊，比如說4×4，就這樣隨機的讓它蓋起來，稍微錯亂一點點還是比較漂亮的。啊，這裡想一下，這個位置。圍繞着這個百貨商店一整圈，對面的房子蓋起來以後，它應該會稍微立體一點的。光和食品公司為什麼沒有一個稍微大一點的？哎，為什麼沒有一個高樓？笑臉旅行社啊，對面的這個房子還可以。我的本意是讓這些高一點的房子圍繞我們這個百貨中心2個圈。目前只有一邊的房子看起來不是太立體，咱們就按照這個尺寸啊，把後方也做成高一點的房子。
我们这個村莊現在一下子沒有工業需求了，甚至還出現了一些工人不足的情況。這不小心把這個寫字樓蓋高了。那麼咱們繼續蓋居民區的話，先把旁邊這塊地皮啊，暫時的去啟用一下，用一條2車道公路，直接把它高密度住宅區直接來吧。我們趁着某些寫字樓沒有蓋起來啊，可以來旁邊去把剛才說的那個城市公園去規劃一下。那麼建立城市公園的話，需要我們先創立一片公園區域，找到這個區劃工具啊，然後再把中間的這個範圍啊給它投上去，好一點嘛。就這公園蓋起來以後肯定不會大的。最近大家就不要說我們蓋每個區域就特別小，是因為現在人口就是這樣一個標準，等後期我們人口多了以後，蓋的建築自然就大了。那麼現在我們再找一下，把這個大門該放在哪兒？這個大門靠近左邊的話，可能在後期會堵車，那咱把它放在這兒啊。上方還有一片空地，這片空地我們還可以去做一個停車場，是吧？然後公園的斜對面呢是一片小樹林，咱們去延伸一下公園內部的道路啊。這個道路太直了也不好，然後咱們把它分割成幾個區域以後啊，你比如說上方小一點的地方，咱們放衛生間，直接放2個，不擁擠，每個衛生間還可以提供一定的娛樂值。但說實話，這個衛生間和娛樂值有什麼關聯，我是解釋不清楚的。衛生間的對面啊，放一個咖啡廳，這樣稍微有味道一點。然後旁邊呢再放一個服務台。想一下，服務台直接放對面吧。我們只建設了2個衛生間就進來這麼多遊客，這是我們這個城市第一個公園啊。然後我們來到這個公園門口來看一下啊，已經進來22個遊客了，24個了。我第一次建設一個公園就出現了一個這樣的情況，之前建設公園基本上都是一個賠錢的行為啊，主要是主播是個廢物。然後我們再把這些沒有放置的建築啊，比如說這個公園廣場，咱們先把它放在正中間的位置。之前這個廣場基本上都放在大門口了，其實那樣是不對的。這個廣場也是可以自帶50的娛樂池的，不用我們去造景啊。其實再過幾天天際線新出的一個 DLC 估計也就跟這個公園差不多，也就是公園改了一個名字而已。天哪，遊客量越來越多了，然後我們抓緊時間建設啊，說不定今天還可以把這個公園給升級一下。然後洗手間啊，洗手間在遠處再來一個，放在這個角落裡面。咖啡廳放在這兒，沒有解鎖的建築現在還有7個。不過我相信以現在的客流量來說，這公園應該升級會很快的啊。其他的地方呢，咱們在這個路口去放置一個地標一個這個叫什麼標牌啊，標牌。也就是為這些市民去指引一下，比如說左邊是動物撒尿的地方，直行是人類撒尿的地方，再放一些小桌椅。好像不用放了。我發現這個道路它是自帶一部分裝飾的啊，這個位置可以來一個。然後我記得公園裡面不是可以有一些售賣機什麼的嗎？比如說這個小吃攤，咱把它放在路口。放在這兒有點遮擋生意啊，放在這兒吧。這也是一個小吃攤，讓進入公園的遊客不愁吃不愁喝。冰激凌車，全部把它放在這兒，這樣好多了嘛。那麼至於後方呢，咱們可以先鋪一點點的地磚。在這兒中間可以來一個小亭子，這個大小正好是為它量身定做的。其實微造景有的時候還是挺爽的。我們在後方的空地啊，直接放一個小石頭，那麼這個地方就不用放任何的建築了，就可以了，就夠用了。
我們隨便把一些草地呢也稍微变换一點顏色，其實樹還沒有種完。剛才我發現這個公園已經升到2級了，這個地方其實還沒怎麼建設就已經吸引了500多個遊客。那麼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去放置2級的建築了，比如說這個公園棋盤啊，咱們把它放在這兒，對面錯亂一點。解鎖了2個公園碼頭，由於我們今天沒有去做這個人工湖，碼頭是放不了了。只剩下沒有解鎖的建築有涼亭、攀登架，還有一個蹦床公園。那麼內部不能發展的話，咱們先拉一點小圍欄啊，免得有一些游客他們不掏門票進來。公園圍欄，來吧，從這個位置開始啊。围欄，这個圍欄做起來以後，它是這樣一個效果。還好我們這個遊戲裡面的市民，他們現在是稍微有素質一點的。在我們沒有拉圍欄的時候，他們也沒有隨意的去走動，是吧？咱們現在只調整這個方向。現在所有的圍欄都已經拉上了。然後感覺這裡的市民好像還是挺多的。咱們看一下這公園的總娛樂值，現在是589，已經足夠旁邊的房子去升級了。如果說我沒猜錯的話，這個小區的房子應該已經3級了。果然是啊，有樹有小道，還有一個小亭子，旁邊是一個小草坪，對面是一個小廣場。那麼至於我們公園門口現在停車位肯定是不夠用了，可以在這兒去畫一個大型的停車位。1、2，下一级的游客数量是2500，升到5级的話恐怕需要上万人，但是我们這個村莊現在人數才7500。也就是說今天把這個公園升級到5級那是不可能的了。等人數慢慢上來以後啊，再考慮去做一些假山或者做一些觀景台什麼的。